Hello， 皆様こんにちは ，KT です。今天呢，终于就是要来拍这个很多人敲碗已久想知道的这个北海道的这个冬季穿搭啦。但是首先呢，我想要破除一个迷思哦。应该很多人可能都会觉得北海道冬天一定比台湾冷。那个台湾的那个冬天跟北海道比起来，根本就是小巫见大巫啊。Well， 就我待了这么久 ，No， 不一定哦。哈，大家想不会吧？为什么？像我老家呢是在台湾的这个北部，有时候寒流来啊，冷到这个10度以下，6、7度，然后有时候更是连下10几天的雨，除了就是整个湿冷到不行，然后你会感觉你的体温就是你的身上的热气一直在蒸发，而且有时候在台湾穿着那个雨衣啊，在外面骑车，真的感觉有时候那个体感温度就是0度以下但是呢，其实日本北海道这边呢，整体呢其实是偏干冷的哦，而且冬天特别的干燥。特别呢，是因为进到室内呢，基本上呢，我们室内都是开暖气的，所以有时候就感觉好像没有那么冷了。那么北海道的冷究竟是怎样的冷呢？我就用一个字来简单的形容，那就是冻。像有时候啊，你去到一些比较特殊的环境，比如说山上啊、湖边啊、海边啊，伴随着不同的这个海拔高度或是风速呢，那个整个感觉就是不一样。而真正冷的时候呢，在外面呢，你只要有一点这个肌肤呢透露在那个环境呢太久了，都是有可能冻伤的。而严重的话就是失温啦。那究竟呢该怎么穿搭呢？而这次呢，我就以过来人的身份呢，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看法好了。首先呢，我个人整理呢，主要就是记住这几个重点。第一个呢，就是选择呢这个机能性高的衣服，例如说具有可以这个防风啦、防寒啦、发热、吸湿排汗、可以透气、换气等材质的衣服。然后第二个重点呢，就是要注意我们这个身体末梢的这个保暖啦，像是我们的头部、脖子、手部，还有脚部都是很重要的啊。最好呢，就是我们全身上下不要有这个皮肤露出来，然后会接触到这个寒冷的这个空气啦。第三个重点，根据你的活动程度，还有天气跟环境的变化来调整你的穿搭。如果你是在平地室内待比较多，或是有时候你可能要去到一些高山啊，或是户外，那整个温差就会差很多，那穿搭当然也不一样咯。那至于到底该怎样穿搭呢？或许呢，你曾经听过几种说法，什么洋葱式穿搭啦、玉米式穿搭啦，但是反正我们今天就讲的简单一点，最基本的就是3层，你没看错，就是3层。基本上我在北海道这边，我真的很少穿超过3层除非我今天呢是可能要去到山上，或是在户外待很久，或是去滑雪什么的，那我们就另当别论。有时候不一定穿多就是好哦。为什么？北海道这边几乎室内都是开暖气的嘛，你去到不管是餐厅啊、百货商店，或是电车啊、巴士内，那几乎都是这样子啊。然后你又穿的超级多，然后你就一直流汗。那还有可能你穿错衣服排不了汗，突然一出到室外变很冷，甚至吹来一阵寒风，那你就感冒啦。那我现在就要一一开始来介绍哪3层啦。我先说，我们今天呢主要是以这个休闲的穿搭为主，那就是模拟大家之后要来这边旅游啦。还有因为基本上我们家还蛮小资啦，所以不会有什么奢侈品牌。那首先大家也都知道，第一层很重要的就是这个 inner 发热衣啦。大家看一下，光我手上就有3件不同的这种发热衣。其实上次有一支影片呢，就是我带大家有去逛AEON呢，其实也有介绍过，光是日本北海道这边，它的发热衣就是卖很多种。像这种长袖的发热衣啊，主要分成这种2种的。这一种就是比较偏厚手的这种发热衣，然后它除了比较厚，然后它里面它的这个发热衣，这个里面呢，也都是几乎都是有刷毛的，有绒毛的这种，就是比较厚的，可以比较抗寒跟发热的这种发热衣。像另外这一件呢，这个是比较偏薄的，跟透气的。然后它像它里面呢，但是它这个刷毛就是比较薄的这种，比较薄的这种发热衣。像我这一件呢，这一件上面写 Peace Fit Warm。这一件呢，也是我在AEON那边买的，这个是蛮特别的一个短袖的发热衣。然后像它，你看它这一件就是做的很清透，然后里面也没有什么刷毛，但是它这个是算发热衣哦。
像呢这个呢，感觉它就是比较强调呢可以排汗呢跟换气的这种发热衣，适合呢就是有时候你可能要常常待在室内，然后又开很强的暖气的话，或是说你活动量比较大的时候，那你就可以穿这种发热衣，这种比较薄的这种发热衣。然后像这种比较厚的这种，里面有绒毛、有刷绒毛的这种发热衣，这种有时候就进到室内就可能就会很热，会流汗。不过像我们家日本老公阿明啊，他比较特殊，他的工作呢，冬天呢常常也要待在室外比较久，他会穿这种比较厚的这种发热衣，因为对他来说发热跟保温也很重要，但是他又怕流汗，里面呢他甚至呢会再多加一件这种运动的排汗 T 恤，要加强排汗，但是也要保暖啦。所以说呢，有时候呢还是可以根据个人的这个活动程度跟环境，然后就做适度的调整。像我之前冬天我去外面除雪，大家听到雪是不是就觉得好像会很冷？像我一开始呢，我就穿了一般的长袖，然后里面也是比较薄的这种发热衣，然后我想说外面可能有风，我又再穿了一个防风外套，但是我没想到我除了一下，我光除了半小时，我就整个满身大汗。我除了半小时之后，我就把我的外套脱掉，只剩2层，在那边除雪啊。像这种短袖的这种可以吸湿排汗的发热衣，之后我除雪的话，我里面可能就会穿这种，然后再加一件长袖，直接这样子活动就好了。反正呢，最简单的建议呢，就是最好要选择这种具有吸湿排汗功能的发热衣作为你的 inner 咯。然后 inner 呢，还有一个重点就是可能常常会被忽略的，那就是腿部的这个 inner 啦。像这个是阿明他的这个发热裤，像这边光发热裤也有2种。这一件呢也是这种比较厚的这种发热裤，它这个都是刷绒的这种有绒毛的这种发热裤。然后另外这一件就是比较偏薄的，是比较强调吸湿排汗跟透气的这种发热裤。反正发热裤的这个选择呢，跟这个原理呢，跟我们刚才介绍的这个 inner 的这个上衣其实也差不多咯。像我的话，我也是有发热裤。像我有时候可能我有想要穿比较薄一点、好看的裤子，那我里面就会加一这种比较厚的这种发热裤。但是有时候像冬天呢，就可以买这种比较厚手的这种裤子。像我现在手上这2件呢，都是 Workman 的。阿明呢，他真的是日本这个 Workman 品牌的超级爱用者。像这一件，我不得不说，日本的这个 Workman 的品牌真的是，它几乎都是主打机能性高，而且 CP 像这一件才1900，CP 非常高。这个裤子都做得蛮厚的，而且有弹性。然后它这个也是有刷毛，但是感觉这个又不会不透气，非常有弹性跟透气。像这个是男生的 L 号。这个也是 Workman， 但是我穿起来我都觉得我穿起来都刚刚好，所以我自己也有一件这个 Workman 的。像我有时候穿这个比较厚的裤子的话呢，因为其实我有时候也怕热啦，我里面就不会再加内搭裤了。但是如果说你怕冷的话，那你就可以再加一层内搭裤咯，就是可以选这种比较厚的裤子。然后假如说啊，我们女生啊，我们也是想要漂亮一点，我们想要穿长裙啊，想要穿裙子的话，内搭裤就是重点啦。那你就是可以选这种比较厚的这种，里面有刷毛的，但是它最好也是有吸湿排汗功能的这种内搭裤，然后就穿在你的裙子里面咯。这一件呢是阿明的牛仔裤，然后他也是在 Workman 买的，但是这一件呢就没有那么厚的牛仔裤。然后所以说，他冬天如果想要穿牛仔裤，想要帅一点的话，它里面也是会加一件内搭的发热裤咯。然后再来第2层，也就是我们的中层，我们的保暖层，主要呢也就是可以把你内层的温度可以锁住的那一层。主要呢就是我会穿这种简单的这种长 T 啦，像这种啊，它里面也是有这种简单的这种刷毛的。然后反正也是依据你的活动程度，你可以选你是要厚刷毛还是薄刷毛。像这一件的话，它是属于比较这个中等程度的这个刷毛。像这一件我也是在 Workman 买的，它这里面是没有刷毛，但是它这个材质也是感觉蛮透气的，不会闷闷的那种长袖的这种 T 恤。基本上你的 inner 穿对呢，加一件这种长 T， 我是觉得就已经蛮保暖了。然后像这2件。这也是阿明的，他冬天会常常穿的这个长版 T， 然后它有这种比较厚的这种帽 T， 这个里面也是有这种厚刷毛的，然后或是有这种比较薄的时候，比如说今天可能天气好，出大太阳的话，感觉不需要穿那么厚，然后这个里面就没有刷毛的。
那像当然啦，为了好看，你也是可以穿毛衣啦。这一件毛衣我也是在日本买的。但是毛衣呢，基本上冬天我不会穿高领毛衣，基本上我会穿这种圆领的。为什么？因为有时候进到室内会很热啊，然后有时候你脖子都有其他保暖的小物，那你进到室内，那你就可以把这个围巾什么脱掉之类的。如果是高级一点的毛衣的话，大家还可以选择像这个纯羊毛的毛衣之类，会比较保暖。如果你真的是超级怕冷体质畏寒的人呢，那你就可以视情况，像是有时候去到一些海拔呢比较高的这个高山这个山区户外，你要在外面待比较久的话，甚至中层呢，它除了长袖，可能有时候还会视情况再加一件这种轻羽绒穿在你的防风大外套里面，但是基本上很少啦。像这个是阿敏在这个日本的这个家居用品店 DCM 买的。这个是属于就是感觉那种比较轻羽绒，像它这一件，这边是有一块电热板可以发热的，然后这边呢就有看得到这个电线，这个就是可以接那个 USB 行动电源，然后可以发热的。像日本呢，其实他们现在很多那个服饰店，他们也都渐渐有卖这种电热的这种外套，然后这一件也不会很贵，也才买几千日币而已。那再来第3层呢，那就是我们这个外面的这个防风层啦。像呢这一件呢，就是我常常呢会在影片里面呢会出现的这一件的 Uniqlo 的这个长版的这个防风羽绒外套，这几乎长得到我这个大腿的这个腿部的这种长版的这种。那记得我买的时候还不到1万日币。重点是呢，它真的整个很轻，不会很厚重的感觉，所以也是主打这种机能性的这种防风羽绒外套。建议呢，尽量呢，如果说你要买羽绒外套的话，尽量就是可以买这种长版的，然后又防风的。像我上一支影片去千岁啊、支笏湖玩的时候，因为有时候啊，就是为了想说要拍片跟拍照好看啊，所以有时候我又会穿这种冬天的这种长版的这种大衣。因为说真的，今年12月到目前，说真的也没有那么冷，感觉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地球暖化之类的。但是像我那一天，结果去到那个山区湖边，就感觉真的是失策。像这种冬天的这种大衣，几乎就是都没有防风嘛。但是我一回到平地呢，走在街上呢，穿这个大衣又觉得刚刚好，所以反正就是要根据你环境的变化调整你的穿搭咯。不过如果说行程呢，我必须要去到户外呢，或是山区呢、湖边呢，所以如果再来一次的话，我还是会选择这种长版的这种防风的羽绒外套咯。而且其实包括在这边冬天呢，其实每个月的这个平均气温都是不太一样。我们就拿今年札幌这边来看，它1月的平均气温呢是-3.2。2月-2.2， 12月-1.7， 3月2.6。然后你去查往年的这个气温的平均资料的话，可以发现最冷的月份呢，几乎也就是在1月跟2月。所以说在这2个月你要来旅游的话，然后你可能又要上山下海的话呢，基本上我建议就是最好准备一下这种长版的防风羽绒外套是最好的啦。然后我们来看一下阿明他的外套，像他2件几乎也都是 Workman 的。他是比较喜欢轻型的这种羽绒外套，他这个都做得蛮轻的。不过呢，这种羽绒外套比较轻便的这种呢，我的个人感觉就是这个是比较适合就是走在街头，说你要去逛街啊、平地休闲的这种的话，这一件也是 Workman 的。但是这一件的话，它这个防风层就做的就是比较厚了，而且它这个也不会很重，它里面是有这种亮面的。就感觉它这个里面就是还有做这种热反射功能的，反正就是防风加羽绒的外套，也最好也就是有戴帽子的这种防风羽绒外套啦。然后有人可能会问说，那要不要选择 Gore-Tex 啊？像这一件呢，最一开始来到北海道，这个是在台湾买的 Gore-Tex 外套，它这个 Gore-Tex 材质反正就是防风啦，还有防泼水啦。而且它里面还多加一个这个中层的羽绒的这个保暖层，等于是说要穿4层啊。但是很遗憾的，这个从台湾带来的外套真的到现在真的是超少穿的，而且这一件还超级贵耶。这一件那时候买的话，我记得在台湾的价格还快2万嘞，贵。而且看它帽子这么大。不过这种外套呢，如果真的要去登山的话，可能才会穿，去到那种海拔比较高的地方。
基本上我们这个平地休闲穿搭，我真的是很少穿到。OK， 那我们最后要介绍的，那就是也是一些不能忽略的这个冬天保暖的小物啦。冬天的保暖小物有哪些？那不外乎就是大家也知道的那些啦，像这个是阿明的，像这个毛帽啦，这一件它好像是买 Burden 的，我来试戴一下。不过说真的，我真的很少会戴到毛帽如果说我今天是要在户外待比较久的话，而且这个毛帽重点是像这一件，它还蛮长的，这一件它像这样子，你可以拉下来，它可以包覆你的耳朵的。如果今天你要在户外待比较久，然后又怕风吹的话，像买这种比较长一点的这种毛帽，你就直接把你的耳朵这样包住，也不用再戴什么耳罩。我是觉得耳罩还蛮麻烦的啦。当然你可以依据你的喜好，你觉得你要戴毛帽又要戴耳罩的话，还有这个围巾啦，还有这个手套啦。哇，这一件手套超可爱，这一件手套是在大创买的。哇，大创他们也都出这么可爱的手套，而且这个手套还可以滑手机。然后像这个毛袜啦，这个袜子感觉主要是可爱的。当然你也可以买一些那种比较机能性的，如果说你要去运动的话。然后像这一件真的超好笑的，我真的觉得我一定要介绍一下，这是阿明买的，我是不知道他买这种毛到底是要干嘛的。他这个帽子，因为他说他要穿去滑雪用的，像滑雪的穿搭，那又是另外的啊。我真的觉得怎么不可能有人会戴这种毛帽上街，你真的是要被当成可疑人物，真的是感觉被抓起来耶，真的是。这个就是你整个这个头部全部整个都被包住了耳朵、你的脖子全部都被包住，然后你这边还可以，这边剩个你这个眼睛还有这个鼻子可以透气这样子。这一件真的看起来超好笑的然后像手套啦，这个是我在他们这个家居用品店买的，像这一件是3M的，这个手套基本上我都是穿来除雪用的。像这个手套的话，它又防泼水、保暖。有时候手套也有这种比较机能型的这种手套，然后大家有没有发现，像这种保暖的这个小物呢，几乎呢都是呼应我说的第二个重点，那就是身体的这个末梢的这个保暖啊。基本上，特别是在这个冬天，很怕的就是这个手脚冰冷，然后末梢血液循环不好。基本上你这个身体的这个末梢血液循环一不好的话，身体就会非常的畏寒啦。然后我今天还要特别介绍的这个很特别的小物。那像这几件也都是 Workman 的，哇，他们家也真的出了很多这种很实用性的这个保暖的小物。像我冬天有时候觉得要围这个围巾很懒啊，你有时候出个门怕冷的话，你直接一个这样子 neck warmer 这样子套上去，哇，多方便啊！整个这个脖子就可以保暖啦。因为我不得不说，我有时候都觉得这个 neck warmer 比这个围巾还好用，因为老实说我的脖子真的不太好，而且有时候我还会落枕，脖子做好保暖，我几乎全身我就真的有时候我就没那么怕冷了。然后像阿明他也有买，这个也是他的 neck warmer， 这一件是比较偏薄一点的。你看像它里面也都是有做这种有刷毛的这种，而且它还有弹性，哇，真的是机能性很高像我身上的这一件，它里面这个也是有刷毛的。然后反正这些就是这个冬天的小物啦。然后当然冬天的穿搭还有不能被忽略的，那就是雪靴啦。像这一双呢，我也是在医用买的。建议呢，雪靴呢尽量呢你不要买太短的，你还是要买一点有长度的。这个雪靴它穿起来呢，就差不多呢是到呢脚踝上面还要再高一点点。当然你也可以再穿更长一点的话。但是我是觉得这样子的雪靴我比较好活动。不好意思，这个靴子有点脏啦。那基本上它这个鞋底呢也都是有做防滑的，像它有这个锯齿状。就这一双雪靴，我目前穿到现在我也没有滑过。但是冬天呢，像有一些结冰的路面，走路还是要非常小心啦。这个脚部的保暖做好的话，也是不会那么怕冷咯。这一双呢是我比较很久以前买的。这一双呢，就是比较女生的那种时髦的冬靴啦。反正它鞋底这边也是有做一些这种锯齿状、这种凹凸不平的，还有这种一圈一圈的。这个反正也是为了冬天这种防滑这种。但是这种雪靴呢，我可能呢是我要去逛街购物的时候，我才可能会比较穿这种。他们今年的这个融雪非常多真的是那个融雪又结冰又非常滑。我今天要去走雪地比较多的话，我还是会选择
这种比较防滑的雪靴哦。OK， 那今天这个介绍这个北海道冬天的这个穿搭的影片，那差不多到这啦。希望这样子的介绍不会太长。想说呢，就是简单的又详细的，让大家可以参考北海道这个冬天的这个穿搭。那影片的最后呢，还是想说要跟大家来闲聊一下，就是因为最近呢开箱呢，还有介绍一些东西呢，然后总是就是也有人会好奇，就是会问说。那有没有考虑做代购啦之类的？因为我们现在住的这个地方，也说真的也不大啦，就是不太方便囤货之类的。因为像代购的话，那你又要搞库存啊、发货之类的，所以目前这个现阶段说真的是没有考虑。但是随着我们频道的这个订阅成长，当然呢也是我也想说也会慢慢想要找一些配合的这个厂商啦。但是还是会希望，就是或许呢这边呢你一样住日本的，你有兴趣合作的话，然后当然是希望可以找到这个值得信赖的伙伴哦。那如果说有兴趣的话，可以在我后台的 email， 然后就洽谈询问看看咯。然后再来是第二个呢，那希望呢大家真的留言呢不要再问我天气的问题了，真的 please。说真的，我又不是印度神童，我又不会算命，而且真的很多人就是要问我未来天气的问题。天气的话，我们也常常是要看新闻，那或是查 APP， 就是看一些天气的预报，就跟你在台湾一样。我就想问大家，在台湾不会看天气预报，然后再跟网络查天气吗？因为天气这种事就很难说啊。像这阵子大家也看到新闻，像这个12月，它有一阵子有几天，它这个云系就很特别，它真的是来北海道是从南边，然后往北走的。然后像今年这个12月，不知道为什么到东呢？到东那个地方往走文别那个地方，它就突然下了这么大的暴雪。那如果说你想参考，那像我们这边住日本北海道的话，我们是怎么查看天气的话，像我的话，频道会员呢，我有这个频道会员，我之前有开过直播，然后就是跟大家分享。然后像我们住在这边，我们会主要怎么样查看天气？北海道整个积雪的情形，还有像一些地震的一些防灾，甚至有时候天气一些警报呢，都可以查询的这个 APP， 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一下啦。然后当然也是想要拉一些这个频道的赞助啦。OK， 那就喜欢我的影片的话，记得还是给我点个赞，还有不要忘记订阅跟开启小铃铛咯。那我们就下个影片见咯，拜拜。